歡迎翻嚟1000爸爸嘅 channel。今年咧都算係360相機嘅一年，有好幾個牌子都有新嘅360相機推出。大家見到咁多廣告，係咪好吸引呢？全部咧都會標榜自己拍到一啲特別嘅角度，畫質有幾好，想拍就拍，之後剪片咧先至去揀角度。但係喺咁多嘅官方頻道同埋唔同 KOL 嘅吹捧之下，背後有幾個大問題咧，佢哋係唔會講。如果唔知買咗嘅話咧，好大可能就會因為咁樣擺埋一邊。我成日都講，無論個產品幾好，如果擺埋一邊唔用嘅話，都係嘥錢。如果嚟緊想入手360相機，又或者叫做全景相機，呢條片咧就啱晒啦。又或者知道有朋友想買嘅話咧，都可以分享埋俾佢哋睇。簡單介紹下自己，我係1000爸爸。好多時咧都會介紹下電動車，又或者相關嘅配件，評測下我哋覺得值得介紹嘅新產品，同埋分享下我哋一家人旅行嘅體驗。所有嘅片咧都係冇 sponsor，全部都係自己拍片自己剪，而且仲要出埋鏡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只有360相機先至可以做到。我都算係一個資深嘅360相機玩家，最早期接觸嘅就係 Ricoh 嘅 Theta， 已經係10年前啦。跟住有 GoPro Max、Insta 360咧，所有嘅360相機由1開始 ，One R、X2、3、4、5，最近嘅 DJI Osmo 360都有。除咗自己擁有咁多部嘅360相機之外，又係重度用家，我諗我都有資格同埋份量去分享下咁多年嚟我用360相機嘅心得。360相機嘅好處，好多人同埋廠商咧都會講，最緊要係有乜嘢唔好嘅地方，希望同大家分享下有咩嘅解決方法。全面了解咗之後，再去睇下啱唔啱自己，之後先至去入手360相機，咁樣咧大家就用得更加爽啦。喺講一啲留意嘅嘢之前咧，都要講下有乜嘢令到我咁鍾情360相機。主要咧有3樣嘢。無論你用大機、手機或者係 Action Cam 嘅運動相機拍片嘅人咧，始終都會喺鏡頭嘅後面。我唔係話個個拍片都要做主角，一定要出鏡，而係例如你啱啱做新爸爸媽媽，想拍下餵 BB 嘅溫馨場面。如果係爸爸揸機，佢就唔可以同埋老婆 BB 一齊同框。另一個例子，一家人出街食餐飯，可以將部360相機擺喺台嘅中間，咁樣咧就個個都入到鏡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，就更加珍惜大家相處嘅時間，唔一定話要去旅行先至用到部360相機。呢一啲嘅生活點滴，用360相機拍咧，嚟得更加自然。如果你揸住部相機又或者手機拍嘢咧，好多人發現一有鏡頭對住咧就會好警惕，即時咧就會有反應。我仲記得阿仔幼稚園活動嘅時候咧，我一用部相機對住啲小朋友咧，佢哋就會用個 V 字手勢望住我，搞咩？我根本就拍唔到一啲自然嘅表情。但係用咗360相機之後咧，雖然個別都有呢啲情況，但係咧就會少咗好多。我自己都係中意拍一啲自然同埋真實嘅畫面。如果你有試過用 VR 嘅頭罩去睇360片咧，就會知道拍片嗰一刻嘅記憶會即時湧晒出嚟。當時嘅環境啦、聲音會令到你再次置身其中咁樣。有時咧，連嗰陣時嘅氣味啊、皮膚感覺到嘅溫度咧，都會喺記憶度翻嚟。呢一種嘅感覺唔係話就咁睇相同埋睇片可以比較到。好啦，頭先講咗我自己中意用360相機嘅原因，不過有幾樣嘢好多時都會俾大家忽略咗，廠商同埋 KOL 咧都唔會同你講嘅。大家買咗翻嚟用咗一陣之後咧，先至會發現。全景相機即係唔使取景啦，因為佢錄影嘅時候咧，360度都會拍晒，之後自己想點攞景都得。呢個講法咧冇錯嘅，但係如果你想 share 俾人或者要 post 上社交媒體咧，後製嘅時候彈性係多咗，想用咩角度都得，但係要用嘅時間咧係唔會少到，反而係會多咗，甚至以倍數計。平時用相機又或者手機拍片，後製咧最重要都係剪片，揀咩內容係要留低嘅，剪走啲唔要嘅，重新排序。360片咧，除咗頭先講嘅嘢全部都要之外，每段片咧仲要調校埋個角度。我自己嘅經驗係1個鐘頭嘅片，平時可能會用個半鐘頭去剪，同樣長度嘅360片咧，起碼要2到3個鐘頭先至搞得掂。所以喺所有牌子嘅360相機廣告都係會強調自己會有軟件又或者 AI 去幫你剪片，其實你就會知道佢背後嘅意思，即係話要剪360片咧係會用好多時間。不過你係拍嚟俾自己用 VR 頭罩咁睇嘅話咧，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啦。360相機拍片可以唔使理角度，代價係會用倍數嘅時間嚟到後製剪片。第二個問題就係想 share 360嘅片，又或者想俾朋友嘅時候咧，係要經過後製，點都要用額外嘅時間。
用手機又或者好多新嘅相機影完拍完 post 上網咧，或者 share 直接簡單。雖然而家有好多嘅社交媒體都可以直接放360嘅片，但係大多數嘅觀眾咧都唔識得點去睇，好多時碌碌下咧就會變成望住個天，又或者對住個地係咁轉。好多360相機牌子咧都有專屬嘅 app 幫你剪片、加音樂啊，再 share 出去，但係點都要用時間，仲有要處理360嘅片咧係 CPU intensive， 手機嘅耗電咧自然會多咗好多。如果喺旅行嘅時候咧，我會更加小心手機嘅用電，點都會留到返酒店先至會整理360嘅片同埋相。相比起其他朋友仔咧，用手機影完即刻 post， 一定唔會有佢哋咁快。如果平時慣咗好快就出 post 又或者出片嘅話咧，360相機未必啱你。第三，就係後製所需要嘅時間同埋個儲存量。而家一啲新嘅360相機好多時候都要去到 8K， 你哋知唔知道？好似咁樣，我同老友食餐飯80分鐘，呢條片有幾大？答案係110GB，一次4日3夜嘅旅行咧，淨係360嘅片，唔計其他手機拍嘅片，最少都會有1-2 T 都唔出奇。唔單止係咁樣，後製嘅時候要將個格式轉換成 Equirectangular， 中文即係等距柱狀投影格式，跟住先至可以放到去其他嘅剪片 App 度用到。用我部 Max out 咗嘅 MacBook Pro M4 Max 1-2 T 嘅片，要轉翻做 Equirectangular 嘅格式咧，要用成6至8個鐘頭，而且連埋轉咗出嚟嘅片咧，個 file size 就會 double。你話要有幾多 hard disk， 又或者個 iCloud Pen 要幾大先至可以支持到？後製要用嘅時間好長，同埋個儲存空間要求咧，亦都好大。咁頭先嗰啲問題有冇辦法解決呢？一千爸爸拍得呢條片，梗係有啲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。不過有一啲嘢真係要接受，例如比較長嘅後製時間，呢個改變唔到。如果接受到用 AI 喺手機自動剪片嘅話咧，咁就會好啲。不過如果想自己剪片，每段片自己再去調校角度，咁就冇辦法，唯有接受。不過儲存空間同埋360片嘅分享呢，我都有啲心得可以分享下。答案就係 YouTube Video。首先 YouTube 咧係支持360嘅片，只要係 Equirectangular 嘅格式 upload 咗之後就會自動支持。睇嘅時候你用手指掃，又或者用個 mouse 去調校角度。如果用手機睇嘅話呢，可以就咁喐已經可以睇到唔同嘅角度。你只需要有 Google 嘅 account， 打開 YouTube 嘅網站，右上角度撳自己嘅樣，揀 YouTube Studio。嚟到呢一版，可以撳上面呢一個上載影片嘅 icon， 又或者右上角呢度撳建立，再揀上載影片，一樣咧都會見到呢個頁面。可以揀選取檔案，又或者將啲360片 drag and drop 過去。每次最多可以揀15條片，每條片咧都有限制，唔可以長過12小時，又或者大過256GB。平常用家嘅360片咧應該唔會有問題。佢有個上載限制，會睇你過去24小時上載咗幾多嘅資料。不過揾唔到官方嘅限額有幾多。如果過咗限額咧，就會見到呢一個已達每日上傳限制。咁咧就等一陣先至再 upload， 唔使一定要等24小時，因為呢個限額咧其實係一個 rolling window， 佢係睇你過去24小時，唔係定時重設嗰一隻。睇翻官方資料，目前 YouTube 咧對累積嘅影片數量同埋總檔案大小咧係未有總儲存上限。換句話講咧，只係有呢個24小時上載限額。理論上咧可以無限期持續咁樣加新影片。當你 upload 完啲片之後咧，記得要將每條片嘅分享設定揀翻啱。佢有3個嘅選擇：私人、不公開同埋公開。私人即係話只有你自己睇到，唔可以分享連結，亦唔會俾人搜尋到。YouTube 咧亦都唔會建議俾其他人睇。公開咧就即係發布影片啦，其他人咧會搜尋得到。YouTube 亦都會建議俾其他人睇。不公開咧就係一半一半，其他人咧係會搜尋唔到。YouTube 咧亦都唔會建議俾人睇，但係咧你就可以分享連結俾屋企人啊，又或者朋友。有咗呢個連結，佢哋就可以一樣睇得到。每次拍完360片咧，我自己嘅後製流程咧大概係咁樣。由部360相機過咗啲相落翻部電腦度，喺電腦度再用嗰個牌子嘅軟件。如果係 Insta360嘅話咧，就用 Insta360嘅 Studio 啦。DJI Osmo 360咧就會用 DJI Studio， 將佢 export 成 Equirectangular 嘅格式，跟住咧就可以 upload 上去 YouTube 度。upload 完咗之後咧，就要記得個分享設定，揀私人又或者不公開。自己仲可以整個 playlist， 將頭先嗰啲片放埋落同一個 playlist 裡面，之後仲可以成個 playlist 咁 share 出去，最後再刪除翻喺電腦上面嘅360片。完成。頭先講嘅流程咧，係如果唔需要任何剪接、重新取景嘅做法，最啱一啲普通用家會用360相機拍下啲生活點滴，得閒睇下，又或者 share 俾朋友同埋屋企人睇。不過如果諗住要用360嘅片嚟出 YouTube 啊，又或者其他 social media， 後製剪接嘅時間咧就慳唔到啦。另外有個好處係放咗上 YouTube， 無論幾多年之後，你想重溫邊條片啊，
只要你上到網，都隨時隨地可以睇得返。希望頭先嘅心得可以幫到你，等你了解多啲360相機，知道一啲平時廠商唔會同你講嘅嘢。唔知大家有冇興趣想知道多啲360嘅心得分享，例如配件啊，又或者技巧咁，不妨喺下面留言。如果反應好嘅話咧，我會繼續拍片同大家分享。希望你哋會中意呢個 video 啦。如果想繼續支持1000爸爸 channel 嘅話，記得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留言點讚同埋分享。記得要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樣一有新片發布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即時收到通知。好啦，今次節目時間夠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